请姐姐安，坐吧。姐姐这是在做什么？永基啊，换了新的师傅，学得辛苦，所以我找些艾草给他做一个新的枕头，可以睡得踏实些。还要这样仔细一片一片的查过，掐了枯枝，去了腐坏。姐姐真是一片慈母心。这几日，姐姐很少出门，可知近日宫里新鲜事？什么新鲜事？这几日事情，居然一直是婉嫔。婉嫔入宫数十年，从未像现在这般得宠过。很好啊，从前底熬到现在，婉嫔也是不易。婉嫔是不易，可是其中却也有别的缘故。什么缘故？姐姐，你看，这是……这里头都是皇上这几年悼念孝贤皇后的诗文，由婉嫔整理抄录的，集结成册。可是，这不像婉嫔的字迹。婉嫔亲手抄录的，在长春宫跟养心殿各封了一本。现在姐姐手里拿着的是皇上让永琪还有和敬公主督办抄印，分发后宫的。除了后宫之外，王宫女眷手里几乎人人一册。孝贤皇后继承将至，婉嫔此举确是追怀孝贤皇后的好法子，也可以安慰皇上思念孝贤皇后之心。皇上自然是圣心大悦，才有了婉嫔近日来的风光。可是因为这本册子，如今宫中追怀孝贤皇后成风，宫人们事事都拿姐姐跟孝贤皇后做相较，说姐姐不如孝贤皇后。启必心情终不及，旧书旧见久相投。皇上都这般写了，宫里的人如何不会这般说呢？姐姐，这件事情没有这么简单。永琪说，这本诗册是婉嫔直接交给和敬公主，由和敬公主再献与皇上的。可是和敬公主生性高傲，她少与庶母来往，又怎么会跟婉嫔走近呢？和敬公主眷念生母，一向不惜我当继后。如今有人如此追怀孝贤皇后，她自然是高兴的。但是婉嫔从来就安分胆小，就算自己抄录了诗册，也未必敢送到和敬公主面前啊。何况这本诗册会令姐姐难堪，婉嫔也不是不知晓。我觉得这不像婉嫔的脾气，倒像是有人利用婉嫔长久不得宠在生事。难道是令妃？奴婢前几日看到婉嫔和令妃一起出入长春宫的。令妃，这倒像是令妃的心性。自从令妃救了庆佑世子之后，就与和敬公主亲近。会不会是令妃在婉嫔还有和敬公主当中穿针引线？娘娘，若真这般，那咱们也不能不提防了。海兰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。若是真的，我自会小心。至于婉嫔，我也会找机会去问个清楚。姐姐，其实这些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要紧，最要紧的是皇上心里头怎么想姐姐。这些人不过就是利用皇上跟姐姐最近关系冷了，才钻了空子。姐姐，你要不要去跟皇上说个清楚？姐姐，我入宫时，孝贤皇后早已崩逝，
孝贤皇后真的如皇上诗文中所言，是难得的贤良女子吗？大约是吧，反正我也没见过，总听说她贤惠节俭，皇上念念不忘。如今的皇后可不比孝贤皇后勤俭自持，仁爱惠孝。若无孝贤皇后将令妃从花房送去了启祥宫当差，她怎会机缘巧合侍奉皇上，成为今日重嫔之首呢？若无孝贤皇后贤德之风，对皇上不出一言违逆，皇上怎会深情难忘呢？庆嫔说话头头是道。若不是孝贤皇后早早崩逝，哪里就轮到当今皇后了？便是轮到她，也不是因为她才德如何出众，只是在浅底中熬出来的资历罢了。庆嫔好见识，那就请把这些话去养心殿跟皇上说吧。这话还用我说？哼，当咱们皇上心里不明白吗？否则怎会有如今这般的情势？皇上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竟敢在这儿红口白舌的瞎说话！瞎说！皇上这都有半年没搭理皇后了吧？御史里又写的这么明白，哼，当咱们都是傻子吗？皇阿玛后宫里的这些货色，一个个鄙薄无聊，闲论长短。这会子这些话倒说得不错。妾身弄疼您了。这几日不知怎的，伤似乎更严重了。别是腹股就要发起来。可妾身看着这红肿好像消了些，发作应该倒不至于，只怕是这几日事务繁重，累着了。无妨，大不了回头找江远兵来看看。妾身还是觉得有些事情小心为好。毕竟现在江太医是皇后娘娘的亲信，现在皇宫到处都在传着皇上哀悼孝贤皇后的诗文册子，连妾身都收到了，所以只怕皇后娘娘如今在宫中的处境也实在是尴尬。你又要跟我说明哲保身那一套，皇娘被人生生拿来和孝贤皇后做比较，已经很难堪了，我怎能让她再难过？妾身知道，贝勒爷是看重于皇后娘娘的感情，可贝勒爷也别忘了，这皇后娘娘还有12阿哥这位嫡子呢，所以有些事情还是扣着些分寸为好。什么分寸？这12阿哥为嫡，可您为长，皇上又看重您，所以论起皇位来，论长论贤，您都占优势。您觉得皇后娘娘应该怎么想？你胡说什么？妾身只是为贝勒爷思量。我自幼在皇娘膝下长大，永基如同我亲弟弟一般。你再说这样的话，仔细我赶你出府。妾身不敢了。贝勒爷，妾身还得再冒昧一句，这前程是您自己的，任何人想插手都插手不了，所以您还得先顾着您自己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新师傅如何呀？挺好的。那你要跟着新师傅好好学。额娘放心吧，我能行的。给皇后娘娘和12阿哥请安。都起来吧。